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比起王一博胡军，长空之王背后的故事，比电影本身更让人泪目。上映2天，长空之王以接近2亿的票房领跑5亿档，和其他同档期的电影一起引领整个电影市场的全面复苏。经历过档期的变更，也难挡观众对长空之王的热切期盼。票房数据便是最好的证明。国内军事题材电影并不算少，但是航空题材的相对不多，关注试飞员群体的更少。据资料显示，全国试飞员不超过200人，珍惜程度堪比国宝大熊猫。每一个人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，精英中的精英。第一部讲述试飞员故事的电影，还得追溯到1981年出品的《螺旋》。用现在的眼光看，歼7和空对空导弹效果简陋，但仍然看得人热血沸腾。时隔这么多年，电影工业突飞猛进，航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。70年的时间里，国家的空军从望洋兴叹一路追赶，到如今的同台竞技，这本身就是奇迹。但这个奇迹，仍然有不少人质疑是在自我感动。因此，长空之王的出现很有必要。在新时代里，必须要有一部电影，明明白白地告诉观众，我们国家空军由弱到强的奋进史。长空之王揭开试飞员群体神秘面纱的一角，让公众了解他们的青春与热血如何融铸成祖国航空装备的长空英姿。很多人聊这部电影，都会夸场面宏大，特效逼真，演员出彩，情节感人。但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那些在电影里容易被忽略的细节。当你都了解这些细节后，你会发现，长空之王牛的不仅仅是特效和演员。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说过，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应该有双重含义。一是指人非常优秀的试飞人员，他们是刀尖上的武者，是天之骄子中的长空之王。二是指装备，我国国产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歼20在现役战斗机中也是佼佼者，也是长空之王，可以更好地守护祖国的海疆和蓝天。二雷雨、王毅博士和张挺、胡军士在电影的第一次试飞，就遇上了双发停车事故。雷雨先一步选择跳伞逃生，张挺多次重启发动机失败，此时的测试机下坠速度加快，逐渐进入失速状态。如果不跳伞，最终的结局极有可能是机毁人亡。但张挺并没有那么做，仍然一直重启发动机。最终奇迹出现，发动机重启成功，在千钧一发的时刻，飞机重新获得了动力，使得张挺得以安全降落。这一段剧情的原型来自于有试飞英雄称号的王昂。1978年，王昂驾驶歼8在 1.7 万米高空试飞，当时王昂正在做发动机加力测试。还没等王昂反应过来，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，发动机轰鸣的声音瞬间减弱，随后又砰的一声巨响，发动机轰鸣声变得更小，并发出喘息声。王昂飞行经验丰富，他立即意识到战机发动机可能熄火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慌张，按照规定，到了 1.2 万米的高度就可以重新启动发动机。但是等高度真降到 1.2 万米的时候，王昂发现发动机毫无反应。歼8不是滑翔机，没有足够的升力，它就会像一块巨型铁坨一样砸向地面。战机上布满测试仪器，
一旦坠毁，这些珍贵的数据将不复存在，那意味着研发人员的数年心血付诸东流，更有可能让整个航空业的发展陷入停滞。王昂深知责任重大，当时只有一架歼8可以飞，如果他跳伞了，歼8就完蛋了。所以，他无视指导员的跳伞命令，坚持要驾驶飞机迫降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王昂在一次启动发动机时，突然响起一阵轰鸣声，发动机重启成功了。歼8在极限的高度下重新飞了起来，机场塔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三雷宇和张挺的第二次试飞要做的测试是，飞机发射导弹后形成的气流会不会对发动机造成致命性的损害？结果证明会。战机发射导弹后，发动机吸入过多气流，加载超负荷发生着火。似乎跳伞成了当下的唯一选项。只是张挺看到地下是一片居住区域，自己儿子的学校还在那里，飞机上还有1枚导弹和许多燃油，坠机引起的爆炸会造成巨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。最终，张挺骗雷宇要一起跳伞，其实自己已经决定驾驶着飞机坠入了无人区，机毁人亡，尸骨无存。这段剧情改编自空军功勋飞行员李建英的英勇事迹。2006年中午时分，飞行员李建英执行完常规巡逻任务，正准备返航，在离机场跑道头2900米时，突然遭遇一群信鸽撞击，发动机空中停车。撞到鸟群的事件在电影里被放在了雷宇最后一次的试飞任务里。不同的是，雷宇的飞机只是被撞破了挡风玻璃和他的面罩，发动机没有受损。但现实里的李建英就没有那么幸运，鸟被吸进引擎导致起火，发动机彻底报废，战斗机丧失动力，坠毁就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李建英如果选择跳伞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。但当他看到飞机下方村庄密集，而且机上载有数百升航油和航弹，飞机一旦坠毁引起爆炸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将受到极大的威胁。李建英义无反顾地驾驶着飞机，远离人员密集的地方，并尝试在跑道延长线上做紧急迫降。可惜，飞机迫降失败，直接解体。李建英当场牺牲。在电影里，张挺牺牲，留下了妻子和儿子。在现实里，李建英牺牲，留下2个孩子，病重的妻子，年迈多病的父母。2006年5·1，李建英疗养结束归队时路过家乡，与父母和兄弟相聚，吃了顿饭后马上启程归队，没想到这竟是他与家人最后的一顿团圆饭。在电影里，张挺试飞之前，把雷宇等试飞员招呼到自己家，吃了一顿饭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和妻子秀了一波恩爱。没想到，这竟然就是最后一次。雷宇受伤，父母得知后，千里迢迢来到基地看望儿子。当初雷宇要当飞行员，父亲坚决不同意，为此2人已经很多年没说过话。出了这事，父亲来是想劝雷宇放弃飞行，安心转业，结果雷宇执意要继续做试飞员，父亲感到失望，选择离开。临走前，他回头跟雷宇说，想飞就飞吧。没有煽情的台词，那一刻，父子2人达成了和解。这段剧情来自于剧组走访时听到的一个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清华毕业生，他本来有着在世俗眼里的光明未来，可他偏偏把试飞员当作自己的毕生追求的事业。父亲因此和他3年没说过话。
后来父亲因为思念儿子，前往基地探望，顺道劝一下儿子为了小家做出改变。在得知儿子心意已决之后，父亲沉默良久，然后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他在饭桌上只说了9个字：想飞就飞吧，注意安全。导演刘晓世听到这个故事很受触动，虽然听起来没有那么惊心动魄，但在平静的外表下是滚烫的内心，是英雄无悔的担当。所以他决定把这段故事放在雷雨这个角色身上。武电影里的男3号邓放，于世事前妻和雷雨是既生瑜和生亮，谁也不服谁的关系。张挺牺牲后，两人放下成见，并肩作战。在试飞前，邓放看着自己和外公的合影，跟雷雨提起了自己父亲的往事。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驾驶战机出事，英勇牺牲。邓放觉得，要是当年父亲有着最先进的飞机，是不是就不用牺牲了？所以，他长大后立志要当试飞员，把飞机的极限性能测试出来，好让前线的战友大胆飞行，不再让父亲的悲剧再次重现。年纪大一点的观众估计已经猜到，邓放嘴里提的父亲原型就是王伟。2001年4月1日，美国军机非法侵入我国南海领空，与王伟驾驶的歼82战斗机发生碰撞，歼82战斗机坠毁。坠机前，王伟留下了最后一句话：81192收到，我已无法返航，你们继续前进。重复，你们继续前进。这句话在电影的彩蛋里也有重现，现在听仍然让人心头一颤。王伟失踪后，中国军民在南海展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搜救行动，然而一无所获，王伟被确认牺牲。王伟牺牲22年，妻子接过丈夫军衔，特招入伍，儿子成为海军军官。经历22年的蛰伏蓄力，无数军人和军工人员的奉献，换来了今日中国国防力量的飞速增长。127分钟的长空之王，虽然只是一代代英勇无畏的长空之王的缩影，但却是对他们最庄严的一次致敬。这群不顾生死的无名英雄，默默为我们的国家保驾护航。他们值得被更多的人记得、赞扬、被歌颂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